我只是出门吃个烧烤，一个绝世大美女突然吻上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女人清脆的声音传来：“看见没有，这是我新男朋友，老娘无缝衔接，所以我就是个大渣女，你别再缠着我了。”怀中的女人紧紧地靠在我身上，对面的男人一脸的不可置信，紧接着他就像疯了一样，握紧拳头挥向了我。说时迟，那时快，我下意识抱起女人，站了起来后退了一步，躲过了男生的攻击。我吓得心都快跳出来，还没开口，那个美女就不耐烦地开喷：“宋燕，你他妈有意思没？陈沁，你就是个大渣女，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不爱我，你没有心！”陈沁却轻笑一声：“给你面子才这么说，是谁先和咱们大学体育学院的那个女人开房的？”这话一出，宋燕瞬间哑火：“你调查我！”陈沁眼神冰冷：“你也配？”宋燕半天说不出话，恶狠狠瞪他一眼，转身就跑。我终于松了口气，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我一直抱着这个叫陈沁的妹子。那个不好意思，她这才抬眸看了看我，眼神却充满审视。我一脸莫名其妙。就在这时，一个女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沁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你半天。”拿着。眼看那个没品的美女走了，我才懒得管他们。我收回视线，坐下来继续炫我的烧烤。也不知道是气还是饿，我疯狂往嘴里塞烧烤和啤酒，直到再也吃不下。结果报应来得真快，半夜我胃疼到差点窒息，整个人脸色惨白，额头全是冷汗，直到天快亮，我才昏昏沉沉睡过去。等我再次醒来，浑身都湿透了。我拖着疲惫身体洗了个澡，又熬了锅粥，一个人坐在桌前慢慢喝。屋子里安静的可怕，只有勺子碰到碗的声音。可就在我刚喝完粥，门竟然咔嗒一声被人从外面打开，一个穿着职业装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我眼睛瞬间亮了，妈。然而我妈只是冷淡地走到我面前：“我给你找了个学校，明天开学，这些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我要出国1个月，钱不够的话再打电话。”说完，她就径直上楼收拾行李。没多久就拉着一个大箱子下来，自始至终她都没再看我一眼。妈妈，路上注意安全。回应我的只有一片寂静，桌上是崭新的入学通知书和一沓冰冷的钞票，这就是我妈给我唯一的母爱。与此同时 ，A 市大学组织赛车活动正轰鸣声震天地进行着，车上正是那个叫陈沁的红发美女。她过弯道时非但不减速，反而能瞬间冲过终点。沁姐，你今天疯了，我们连你车屁股都看不见。菜就多练。沁姐，明天去虹桥会所坐会儿，听说来了好多新人。谁知陈沁只是笑了笑，直接上车发动车子就走了。沁姐，你到底去不去啊？你等等我啊！然而到了晚上，虹桥酒吧门口，陈沁和谢琳琳一走进去。沁姐，琳琳姐，老样子吗？顺便把阿健叫来。好的，马上安排。可我没想到，就在陈沁他们进包厢的同时，另一边的我也遇到了让我感觉无比艰难的事。第二天商周的9月，秋风凉爽，我独自走向学校。这就是我妈给我安排的新的牢笼吗？听说这学校历史悠久，古香古色，可我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我先是去了校长办公室，见到那位只在课本上出现过的大人物时，我心里还有一丝小激动。他很和蔼，很快帮我办好了入学。他又让我去找导员。我推开办公室的门，一个妆容精致但表情严肃的女人正坐在里面。她拿起我的成绩单，只扫了一眼，就随手放到一旁。我不管你以前在什么小地方成绩多好，到了这所大学，一切归零。她的语气充满了轻蔑。也许你以前是班里的第一，但到了我们这所大学，你可能连年级前100都进不去。导员这才从柜子里拿一张表格递给我，这是领院服的表格，放学后自己去学生会仓库领。然而就在我拿着表格，以为终于可以开始新生活时，酒吧里的陈沁却上演了另一出大戏。包厢里，沁姐，你今天还回去吗？还是就住会所楼上？陈沁21岁，和我同一所大学。陈沁这才缓缓睁眼，轻声说了句：“回。”谢琳琳刚想再说什么，包间门突然被推开。哟，这不是我们沁大小姐吗？今儿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小地方来了？找哥哥我有事儿？她一屁股坐到陈沁旁边，挑着眉看他。陈沁却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又闭上了眼睛。这下谢琳琳急了，凑到赵坚面前：“阿健，快叫个沁姐喜欢的弟弟来，他今天跟疯了似的。”赵坚这才认真打量着闭着眼的陈沁，眉头紧锁。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揉揉女人的头发。陈沁像是有蜘蛛感应一般，直接偏过头，脸色难看至极，冷冷丢下一句：“我有事，先走了。”谢琳琳看着他决绝的背影，立刻追了上去：“沁姐，你等等我！”导员带着我走进班级，据说能进这所大学毕业后，都会成为各大公司争抢的人才。可我不在乎那些，我只希望能安安稳稳地开始新生活。可我万万没想到，一推开门，里面的场景就让我窒息。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低头学习，没有一个人闲着。导员拍了拍桌子，所有人齐刷刷抬头，几十双眼睛瞬间锁定在我身上。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我自我介绍。我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头，心跳猛然加速，手心全是冷汗。那些被霸凌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我脸色惨白，颤声道：“大家好，叫我阿晨就好。”话音刚落，
我紧张地等待即将到来的嘲讽。然而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掌声突然响起。我顺着声音看去，是一个戴着银色眼镜的女生。紧接着，全班都跟着鼓起掌来。导员扫了一眼，给我指了一个位置，竟然就在那个带头鼓掌的女生后面。我走下去，刚刚坐稳，一个声音突兀地在门口响起：“报告！”全班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去，我也好奇地看过去。可当我触到那人的面容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竟然是那天那个红发美女。她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注视，懒洋洋地扫过来，仅仅一眼，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她眼里的厌恶，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毫不掩饰的厌恶。我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吗？导员看到他那头扎眼的头发，眉头都能夹死苍蝇。叫什么？陈庆。谁知班主任一听到这个名字，眉头竟然松开。怎么现在才来啊？哼，老师，学生的私生活你也要管吗？说完，他竟然不等导员回答，直接走进教室，大摇大摆地坐到最后一排。导员见状也没再说什么，继续讲课。他讲课速度飞快，我没有书，只能和同桌挤着看。这里的教学内容和我以前学的差别太大了。2节课下来，我听云里雾里，心里更是堵得慌。一下课，我直接趴在桌上，那种闷闷的感觉压得我喘不过气。课桌突然被敲响，我偏过头，竟然是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生。你没事吧？没事。可苍白的脸色却出卖了我。去接点热水喝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柜子里有一次性纸杯。谢谢。我道了谢，起身走过去，可谁知柜子竟然卡死了，我试了好几回都扣不开。正当我准备找工具的时候，耳边却传来一声轻飘的哼笑。我回头一看，就看到陈倩轻轻支着下巴，脸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没理他，垂眸想去找个尺子扣开。然而下一秒，一双熟悉的白色小鞋子就出现在我旁边，是我的前桌。你怎么过来了？他抬手轻松推了一下，柜子就打开了。看到有傻子打不开柜门，我就来帮忙喽。抱歉。可就在这尴尬又微妙的瞬间，我说，两位能别站在我旁边拉拉扯扯、磨磨唧唧的吗？看得我直犯膈应。前桌轻轻蹙眉，陈倩却扯了下嘴角。你也配叫我的名字？就在两人剑拔弩张之时，裴如烟，他没再说什么，娇哼一声就走了。我看着裴如烟的背影，心头莫名一颤。怎么这就爱上了？你不会是喜欢上那绿茶了吧？我猛地垂眸，一张放大的精致小脸出现在眼前，我吓得往后一退。你干什么？怂货！你怎么神出鬼没的？谁知他竟微微眯眼，一步步朝我逼近，我连连后退。你干什么？陈倩看着我这个样子，脸上竟然闪过一丝罪孽感。他怎么这么怕我？就在这时，裴如烟冲了进来。陈倩，你干什么呢？陈倩看到裴如烟，又扫了一眼我，那点罪孽感瞬间烟消云散，只剩下满脸的厌恶。她直接坐回座位，低头玩起了手机。阿晨，你没事吧？我没事，放心吧。放学后，教室里只剩我一个人，我撑着下巴看着窗外的白玉兰，脑子乱糟糟的。我怎么会那么害怕呢？我收拾好书包，走出教室，傍晚的霞光染红了半边天。我忍不住掏出手机拍照，可就在我拍好照片，把手机往下移时，镜头里竟然闯进一个身影，一头火红的头发。他好像感应到了什么，可谁知我竟然手一抖，按下了拍照键。我来不及删除，干脆关掉手机，塞进书包，再看下刚才的地方，那里哪还有人，连个影子都没有。难道是我眼花了？熟悉的声音猛地在身后响起。看什么呢？我转身就看到陈沁，她一脸得意地看向我。怎么了？是不是找我呢？手机刚刚是不是偷拍我了？我立刻想要反驳，我没有偷拍你，是你自己闯进我镜头的。但是这话我只敢在心里喊。陈沁就要哼一声，拿来。我心里一抖，还是把手机递了过去。他接过手机，点开相册，滑到最上面那张。果然，你也很为我着迷吧？我彻底无语，他又往旁边滑，全是我拍的风景照。他瞬间没了兴趣，滑得飞快。可突然一张照片让他停了下来，他只看了不到2秒，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就抢走了手机。我转身就跑，那速度就像身后有恶鬼在一样。陈沁看着我的背影，脑海里全是刚刚那张照片，那是胳膊、大腿、肚子、脸颊还有肩膀，上面全是青紫红肿血迹，触目惊心。他下意识摸了摸锁骨上的刺青。晚上陈沁一推开门，就听见屋里传来的阵阵笑声。闺女回来了，快来吃饭。陈沁扫了一眼正在上演母女情深的裴如烟和陈夫人，懒洋洋地走过去，翘起2郎腿。他对着陈辉语气调侃道：陈老头，今儿菜色不错啊，一起喝一杯。你一个大学生，天天惦记着喝酒，像什么样子？陈沁耸耸肩，夹起一块藕塞进嘴里，嚼了2口，接着呸的一声全吐了出来。难吃死了，又甜又腻，怎么天天做这玩意儿？陈辉看到对面妻子的脸色瞬间难看，在桌下踹了陈沁一脚。你踢我干嘛？你也觉得这玩意儿难吃是不是？只有那种人才特别钟爱这种甜腻腻、掩盖本味的东西。陈夫人猛地把筷子砸在地上，满脸怒气。陈沁，你阴阳谁呢？要论起来，你才是那个罪名不正言不顺的。这话陈沁早就听腻了，她只是闲散地吃着花生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陈夫人咬着牙，拉起裴如烟就往外走。门砰的关上，别墅里瞬间安静。陈辉看着女儿手，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别怪你妈，她今天可能心情不好。
陈老头，我说过多少次了，那个女人根本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傻啊？天天像个舔狗似的凑上去嘘寒问暖，结果呢？他拿正眼瞧过你吗？还不是一样嫌弃你，觉得你上不得台面。陈辉一愣，随即气得脸红脖子粗。陈庆，你放肆！我是你老子，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我说错了吗？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像个傻子一样为她做这么多？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逍遥快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商场里为了那个破项目喝到胃出血，像条狗一样求人。她躺在医院为别的男人生孩子的时候，你……话没说完，砰的一声巨响，陈辉气红了眼，挥起巴掌就朝陈庆扇去，最终却还是没能下去手，停了下来。陈庆瞥了气急败坏的陈辉一眼，冷笑一声，转身就走，留下陈辉在原地捂着心脏位置大喘气。下午市公园中，谢琳琳抱着肚子蹲在地上，笑得眼泪飙出来。陈庆额头上包着纱布，坐在秋千上，听到她的笑声，垂眸看了她一眼。谢琳琳擦了擦眼泪，站起来调侃道：“庆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胆子也忒大了吧，竟然还敢和你老爹叫板！你这不被削，谁被削啊？”陈庆瞥了他一眼，罕见的没有搭话。谢琳琳看他这个模样，就知道这人心情又不好了。她轻叹了一口气，陷入了回忆。陈庆这人1年前凭借一张清冷的脸庞和高超的技术，在大学生赛车界出圈，赛场上他就是最爷的王。下了赛场，他又是随性洒脱，身边的爱慕者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知道他的心除了赛车外，从来没有落在谁身上。有时候我是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值得他为感情冲动、发怒、眼红。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看什么啊？喜欢我？陈庆对上谢琳琳的眼神淡淡说道。谢琳琳扑的笑出来，不敢不敢，我可降不了您这尊大佛，我的心还想多活几年呢。突然看到2道熟悉的身影，他眼神骤变，秀腿一迈跟了上去。谢琳琳也立马收敛了笑意，紧跟着走过去。几小时前我抢过手机，一口气跑了好远，直到实在是跑不动我才停下来，大口大口的喘气。缓了一会儿，我直起身，把手机拿出来划开锁。一张张都是我的过往，我看了几秒，突然笑了，毫不犹豫的点了删除。这些都是过往了，以后我再也不会经历那些事情了，我再也不用每天胆战心惊、小心翼翼的。我呼了口气，身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正在我准备回家时，一阵强烈的胃绞痛袭来，我捂着肚子跑进厕所。在经历一系列上吐下泻后，我拿着药店开的药，脸色惨白的坐在公园长椅上。突然，我感觉到眼前站了一个女孩。裴如烟，你怎么在这里？她看着我苍白的脸色，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看。老毛病了，没事的，不用担心。真的没事吗？我看着她秀美的容颜，点了点头。那我送你回去吧。陈阿姨，我先送我同学回去，他不太舒服，您先回家，我等会儿就回来。陈夫人扫了我一眼，眼神不善，但还是点了点头。我看着裴如烟热情的举动，有些不知所措。其实不用的，我自己也可以回去。裴如烟笑说道。走吧，正好顺路，顺便聊聊天。我偏头看着裴如烟，脑海里闪过一个熟悉的人影，欲言又止。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停下脚步，试探地问道：“你是小苏吗？”裴如烟看着我，眼眶微红，她欣慰地笑了笑，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阿晨，你终于认出我了。真的是你，你真是小苏，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说话间，我的声音有点嘶哑，我酸涩地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和我相认呢？”除了爸爸和阿妈，裴如烟是我童年时期唯一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不过那时候她不叫裴如烟，她叫苏如烟。曾经我被人欺负，是苏如烟救了我，并且把我送回了家。那次之后，我们2个就成了好朋友，一起上下学。欺负我的人看到了，也连带着欺负苏如烟，但她看着瘦弱打架却很厉害。那些人被她打怕了之后，就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后来我们还约定着一起上同一个初中，但是自初中开学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我也是四处打听，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了一些消息。苏如烟是一个孤儿，4岁的时候爸妈都去世后，她便被送到福利院生活，直到上初中才被领养，以至于8岁后我便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对不起，阿晨，我那时的确是迫不得已。裴如烟的声音响起，她愧疚地低着头。没事的，我明白的。裴如烟眼眸闪了闪，正打算开口。哟，裴大小姐，吃完了搁这儿约会呢？哟，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裴大小姐啊！说完，她看着裴如烟旁边的我。这谁啊？裴小姐新交的男朋友吗？看着挺面生啊。我们走。裴如烟没理会他们，示意我和她一起走。才认识几天，这就开始约会了？哦，不会是不该做的都做了吧？裴如烟，你进展挺快啊。陈沁，你嘴巴放干净点儿，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龌龊。怎么，只准你做，
不准我说。我微微拧眉看了陈沁一眼，靠小丑行为去获取关注，你也是真可怜的。说完我就拉着裴如烟转身离开。陈沁看着远去的我们，慢慢攥紧手指，娟秀的眼底一片灰暗。沁姐，你什么时候这么关注这小子啦？陈沁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什么笑话。我最讨厌吃白饭的小白脸了，看着就碍眼。人家兴许还看不上你呢。谢琳琳，那是他没有眼光，你贬低我干嘛？沁姐，我哪敢啊！夜晚陈沁回家时，看着通火明亮的别墅，微微愣了下，但随即想到什么，自嘲般的笑了笑，鞋子都没换就往里面走去。看到沙发上的陈辉，嘴角一咧笑道：“等我呢。”过来。陈沁走过去，跟他隔了一个身位。你想做什么，陈辉？你想做些什么？我就是欺负他了，怎么了？陈辉气得转过头，死瞪着他。你个逆女，陈沁，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唯有娘生没爹教的，还能成为什么样？话没说完，陈辉一巴掌甩过去。陈沁微微偏头，精致的小脸在灯光下愈发冰冷，他嘴角紧绷，一声不吭地往楼上走去。陈辉打他的那只手微微发颤。陈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走进浴室，看着镜子中微肿的脸颊，眼眶一红。一日清早，我匆忙赶去学校，纪检部的学生正守在门口登记迟到名单。我捂脸叹气，刚入学第一天就迟到，属实有些丢人。我认命地往前走了几步，身后忽然传来嘻嘻哈哈的声音。小帅哥，我瞥了一眼搭在肩上的手，眉头微蹙蹙，往旁边挪了半步避开。那人讪讪收回手。抱歉啊，是我唐突了。我认出他的身份，我只淡淡瞥了他一眼。以前没见过啊，你是新转来的吧？和沁姐一个班。身后突然传来微哑带鼻音的声音。干什么呢？哦，姐，你居然还背书包，看你这模样，昨晚又没怎么睡吧？陈沁瞅了他一眼，绕开他径直往前走。谢琳琳连忙小跑跟上。陈沁路过我身边时，脚步微顿，随即面无表情的继续往前走。到了校门口，纪检部的人拦住我们，一个纪检部女生伸手拦他，语气强硬。陈沁抬眼，漆黑的眸子直直的盯着对方。女生被看得心里发毛，旁边另一个纪检部的人赶紧扯了扯同伴衣角，小声劝道：“让他进去吧，陈沁在学校本就是特殊存在，成绩好，家境也好，校长都得让他几分。快让他走，别惹事儿。”局中犹豫片刻，最终松了手。陈沁收回目光，转头喊谢琳琳，却看到谢琳琳像哈巴狗似的粘在我旁边，手里还举着我的牛奶。刚才我站在一旁啃三明治，听到谢琳琳肚子饥饿的声音，干脆把多的热牛奶递给她。你要喝吗？刚接过牛奶准备插吸管，牛奶就被人劈手夺走。沁姐，你也没吃早饭啊？他给的你也敢喝，不怕喝了中毒？这不可能吧？陈沁勾起唇角，笑意却没达眼底。怎么不可能？他转头看向我说道：“你不知道长得越好看的生物毒性越大吗？”话音说完，他拿着牛奶大摇大摆地越过纪检部走进了校园。怎么现在才来？迟到了吗？路上有点堵车。校服领了吗？我忘记了。没事，放学我陪你去领，我知道地方。谢谢。有什么事吗，陈沁同学？我坐你这儿，你坐后面去。女生松了口气，连忙抱着书本挪过去。陈沁把书包塞进桌肚，转头瞥见我盯着他看。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喜欢我啊？我奉劝你最好离裴如烟远点，她可不是什么好人。陈沁，你适可而止吧。裴如烟，我和她说话和你有什么关系？裴如烟正要反驳，讲台上的老师突然厉声喝道：“陈沁，你们不要以为成绩好就能在课堂上随意说话。”陈沁冲着老师笑了笑：“抱歉啊，老师，您继续。”中午休息，裴如烟找到我：“走吧，我陪你去领校服。”好。我应了一声。陈沁坐在座位上，听着裴如烟喊我，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他盯着我们的背影，若有所思。领完校服，我们俩去食堂吃饭。一路上不少同学频频朝我们看，眼神里满是好奇。毕竟裴如烟是出了名的高冷学霸，向来独来独往。如今身边跟着陌生的我，任谁都会多打量几眼。喂，你觉得呢？那新的入学生跟裴学神真有点啥？宋婷瞥了瞥我们，低下头继续扒饭。不知道，没兴趣。装什么清高？宋婷吃完饭，整理了衣角，脸上挂上得体的笑，转身朝裴如烟走来。如烟，这位是以前没见过呢。你好，我叫何晨，刚入学过来。你好，宋婷。吃完饭，我们三人一起往外走。
一路上的目光比刚才更多了。宋婷和裴如烟常年霸榜年级前5，两人站在一起，俊女靓男的组合，惹得不少人暗自感慨般配。宋婷不停跟裴如烟聊学习上的事儿。裴如烟，这次迎新晚会还是我们俩主持吧？宋婷攥紧拳头，又缓缓松开，依旧笑着追问：“裴如烟，你在听我说话吗？”你说什么？宋婷刚要开口，宋诺冲过来朝我喊道：“早晨在校门口就和陈沁拉拉扯扯，中午又来找裴如烟，你到底想干什么？离我哥远一点！”宋诺，好好讲话，别这么没礼貌。既然这里不欢迎我们，那我们现在就离开。说完，裴如烟眼神示意我，随后我跟着她转身离开，径直走去。如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等等。宋诺拉住了他。哥，他都这样了，明显是自甘堕落，跟这种不清不楚的人混在一起，你还管他干什么？宋婷望着裴如烟的背影，心头泛起苦涩。这是认识这么久以来，她第一次为男生出头。难道她真的喜欢何晨？为什么我每到新的地方都会被人厌弃？原来我从来都没变，还是那个万人嫌。怎么了，阿晨？不开心吗？要不要一起出去吹吹风？我点了点头，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出了教室。学校顶楼上，你看，再困难、再让人心烦的事情，如果站得够高，远远看去，都会变得很渺小。我转头看向他，风把他的头发吹得温柔缱绻，记忆瞬间回到11岁那年，记忆瞬间回到从前被欺负的场景。但当时一个女孩勇敢地冲过来帮我。那是我和裴如烟第一次见面，后来我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在天台待到快上课才一起下楼。走进教室，陈沁正坐在座位上，看到我们一起进来，脸色闪过一丝不自然。我刚坐下，他就探到我的耳边，语气带着一丝醋意：“约会回来了，离我远点儿。”怎么，听你这语气不开心啦？是不是和你的裴如烟吵架了？我冷笑一声：“这和你有什么关系？”陈沁脸色一变，慢慢坐回位置上。放学时打扫完卫生，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走出校门没多远，一群打扮流里流气的青年突然拦在我面前，我的心跳瞬间加速，强装镇定想绕过去，但他们明显是冲着我来的，将我堵在胡同中。你们是谁？想要干什么？我们呢，得让你长长记性，别谁的女人都惦记。一道少女的声音突兀的响起：“你们干什么呢？”陈沁单肩挎着书包，靠在胡同口，黑色冲锋衣的拉链拉到顶，瘦弱的下巴缩在衣领里。好久不见啊，陈大小姐。干什么呢？没啥大事儿，就是陪着不懂事的小孩玩玩，教教他规矩。我警惕地看着他，心想：难道这群人是他找来的？就因为白天我顶撞了他。陈小姐，您是明白人，我这也是拿钱办事，替人消灾，您就当没看见，赏个面子。改天我请您喝酒。你放心，我跟这人又不熟，非亲非故的，我多管这闲事干嘛？你们继续。我的心底一沉，心中涌起一股酸涩。喂，怎么办呀？看你这样子，今天好像真的要完蛋了呢。你真的不帮我？我当然可以救你，但是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啊。昏暗的巷子中，少女的眼睛亮晶晶。陈沁，我答应你。刚踏出胡同的陈沁脚步一顿，粉唇轻笑着，他把书包往地上一扔，脱下外套丢在上面，转身走了回来。没几分钟，胡同里就响起此起彼伏的惨叫声。我满身狼狈地靠在墙上，看着陈沁利落的身形，快很准，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凌厉。突然，黄毛抽出一把小刀，对着混乱中的陈沁冲了上去。我眼疾手快，拿起书包朝那人砸去。幸好匕首只划破了陈沁的衣角。这混蛋是想坐牢吗？他回头看我，我被他的眼神看得一僵，下意识绷紧了身体。陈沁走到我面前，语气带有一丝心疼：“你有受伤吗？”我抬起他的胳膊，看着他被划破的校服，他的脸因为刚才打斗而流了一层薄汗，红扑扑的。陈沁走到我面前，语气带有一丝心疼：“你有受伤吗？”我抬起他的胳膊，看着他被划破的校服，他的脸因为刚才打斗而流了一层薄汗，红扑扑的。没事，我这不好好的吗？我从地上捡起两人的书包，拽着他逃离满地狼藉的小巷。马路上，我和陈沁并排走着。喂，你别忘了刚才答应我的事情啊！我深吸一口问道：“说吧，你要我做什么？”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反正你欠我一个人情。此时，陈沁的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陈沁的整个脸瞬间泛红，恼羞成怒地瞪我：“看什么看？没听过肚子饿啊？人是铁，饭是钢，不用消耗能量的吗？还不快带我去吃饭！”可接连找了好几家店，陈沁都不满意。他突然问我：“你哪人？”“苏南的。”“苏南？那你给我做江南菜吧，我还没吃过正宗的。”我想了想，点了点头。我们去超市买了菜。陈沁想吃的实在多，这个鱼看着不错，买。那个虾也要，青菜每种都拿一点吧。出来时我提着好几个袋子，
两个人回到我家，我钻进厨房忙活，陈沁则像在自己家一样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吃饭了。我朝他喊了一声，陈沁从沙发上坐起，走了过来。我随口问道：要喝点什么？有水、果汁。有啤酒吗？不行。陈沁撇了撇嘴，他夹了一块鸡翅放进嘴里。这怎么是甜的？可乐鸡翅不都是甜的吗？苏南那边口味偏甜。这青菜怎么也这么淡啊？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要吃辣的。那你试试这个，这个入味儿，咸香的。勉为其难。哼，也就还行吧。半个小时后，我看着满桌的空盘子，嘴角抽了抽。这叫勉为其难。等我收拾好碗筷，发现陈沁已经窝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半蜷缩着身体，像个小猫一样窝在沙发中。我想起白天他为了救我和人搏斗的样子，心里不免泛起涟漪。陈沁其实人挺好的。你盯着我干嘛？陈沁突然睁开眼，吓了我一跳。他坐起身挑眉看着我。我知道我好看，但你这眼神太直白了点吧？我翻了个白眼，坐到一旁的椅子上。睡醒了就快走吧，很晚了。一阵欢快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他。他接起电话，开了免提。沁姐，在哪儿呢？快来老地方！苏家那小子正不知死活的挑衅你呢，说你上次把他虐成落水沟，他这回找了帮手，要一雪钱，你来不来啊？陈沁原本想拒绝，视线扫过我，眼神一转。行，让他等着，我马上到。他挂了电话，起身套上外套。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不去。哎呀，就看在今天我正义相助，帮你打跑坏人的份上，陪我走一趟嘛。走吧，走吧。真是欠你的。出租车走了很远，最终在一片空地上停下。沁姐谢琳琳跑了过来，看到我眼睛一亮。哟，小帅哥也来啦。看吧看吧，连人都带来了，还嘴硬说不喜欢，这下有修罗场看了。对了，沁姐，苏星那小子来了，带了挺多人，就在外面入口那儿候着呢。陈沁，我还以为你怂了，不敢出来了呢。怎么，橘子还没炖够？看来里面伙食不错，让你这么快就出来蹦跶了。要不是你上次阴我，我能进去。我要是真存心阴你，你以为你还能全虚全伪的出来？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苏星脸色白了白，语气更冲。陈沁1个月没见，敢不敢跟我单挑？陈沁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薄唇轻启。苏星，警局没待够，这次是想直接去医院骨科预定个 VIP 便房了。行啊，我成全你。陈印，你别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今晚就让你看看，谁才是这里的王。苏星这才注意到陈沁身边的我，眼神粘在我身上，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陈沁察觉到他的目光，嫌恶地皱起眉，上前一步挡在我身前。看什么？管好你的狗眼！苏星恋恋不舍地收回视线。陈沁，敢不敢打个赌？我们比赛，你要是输了，把你身后这小美人给我；我要是输了，给你辆最新款帕加尼，怎么样？你不亏吧？可以，不过我要加个条件，你要是输了，就带着你那破车滚出赛车圈，永远别再出现在我视线里，看见你就烦。我答应你，到时候你可别后悔。陈沁，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替我做主？怎么了？你怎么能把我当做赌注？要是比赛输了怎么办？你真的要让我跟那个变态走？放心，我们2个人肯定能赢他。什么2个人？我不会开车啊，陈沁。他却转过身朝我摇了摇手，走进了换衣间。我不玩了。你别走，我在大学生赛车界是顶尖的存在，相信我。我转过头，隔着赛车头盔和他对视。我看着陈沁圆圆的小鹿眼，满是恳求。我心中一软，重新系回安全带。我就知道阿晨最好了。车子缓慢发动，听着发动机震耳的轰鸣声，我紧紧拽住了车座。阿晨，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大学时选择赛车吗？这种在跑道上疾驰的感觉，能把一切都甩在身后，能让我忘记所有难过的事情。风会把烦恼都吹走，我希望你也可以。车子如疾驰的箭一样飞了出去，强烈的推背感把我紧紧困在椅背上。视线两侧的景物在疯狂后退，那些围绕我的霸凌声和欺辱声仿佛都消失了。我感受到整个世界仿佛只有我和风在。跑道上2辆车紧追不舍，我侧过头看着陈沁认真的侧脸，心脏响起扑通声。赛道上比赛只剩下最后半圈，苏星的车一直在斜后方死死地追着我们。突然赛车响起轰鸣的加速声，陈沁将油门踩到了最大，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我和陈沁摘下头盔走下车来，苏星气急败坏地跳下车。你的车我不需要，性能太差，配不上我。记住你答应的约定，带着你的破烂滚出赛车圈，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行，陈沁，你有种，你最好祈祷自己能一直这么狂下去，别哪天栽了。走了，这里空气不好。我跟着陈沁离开了跑道。刚才赛车的感觉怎么样？没吓吐吧？
还不错。这种在跑道上疾驰的感觉，能让我忘记一切难过的事情。所以陈鑫，你在难过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事需要用这种近乎发泄的速度去遗忘？看什么看？这么晚了，我大发慈悲送你回去吧。陈青，谢谢你，今天真的谢谢你帮我。没事啦，你干嘛突然这么正经？再说了，你不也帮我赢了苏星吗？是我们一起赢的。可我坐在副驾驶，除了抓紧安全带，好像也没帮上什么忙啊。因为有你在我身边，我安心呀。是吗？那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啊。知道了，少不了你的。车子很快行驶到我的家门口。阿晨，明天见啊！明天见，陈鑫。陈沁下车，一脸期待地目送我回家。我朝他挥了挥手，转身上楼。第二天学校里，陈鑫把早餐放在我桌上。早上好，阿晨，我给你带了早饭。我看着热情的陈沁，有些不知所措。我吃过了，你自己吃吧。就是给你买的，你那么瘦，上午课那么长，一会儿饿了再吃，不许浪费。上课铃响起，第一节课是物理课，物理老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讲课逻辑紧密。听课时稍有走神就跟不上他的逻辑。等到下课，我才发现今天裴如烟没来上学。我拿出手机给她发了消息，大概是什么急事儿。裴如烟一直没有回复，一上午陈沁都趴在桌上睡觉。中午下课铃声响起，沁姐醒醒，校外新开了个火锅店，口碑爆裂，咱俩吃去吧。沁姐走啊！陈沁从座位上抬起头，她睡眼惺忪地看了眼谢琳琳，起身拉过我，走，饿了，一起吃去。陈沁本就是校园的风云人物，加上我长得也十分英俊，我们三个并排走着的人，很快成为学校里亮丽的风景线。这时我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是裴如烟。裴如烟顺柔的长发散落在肩上，她眼圈微红，她也看到了我和身旁的陈沁。随后她目光躲闪，从我们旁边掠过。我的直觉告诉我，裴如烟一定遭遇了什么事情。你们去吧，我不去了。我跟陈沁他们说完，就准备转身离开。站住！你是不是要去找裴如烟？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我去看看他怎么回事。你要是现在去找他，你就不要再回来见我了。他眼眶一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又要强迫我。我的心中想起陈沁一意孤行的过往，下次再吃吧。我没有理会陈沁的威胁，说完话，转头向身后的裴如烟走去。沁姐，没事儿，咱俩去，没他这个木头，我还觉得更自在呢。想说什么说什么。裴如烟，你还好吗？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裴如烟，裴如烟，你脸怎么了？没事，就是有点不舒服，小发烧而已，请假去拿了点药。我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了，谢谢你，阿晨。我看着他红肿的右半张脸，上面隐约有红色的巴掌痕迹。你没事就好，走吧，都快中午了，我带你去吃饭吧。想吃点什么？好。我把饭盘放在裴如烟面前，裴如烟半低着头，文静地拿着筷子吃饭。如烟，裴叔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裴如烟听到他的话，头都没抬，但是我看到他下意识抓紧了筷子。小子，上次的教训还没吃够吗？是你，宋婷，你对阿晨做了什么？没什么，就是让他认清现实，知道自己的位置罢了。周末我家举办的慈善舞会，记得来。我想让你当我最美的舞伴。至于这个乡巴佬，你也可以来，毕竟见识过泥坑，才知道云端有多高。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高贵和你这种下贱的区别。阿晨，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那个人就是这样满嘴胡言。他在威胁你是吗？不是这样的，裴如烟，周末我和你一起去。阿晨，我不想把你太复杂了，你会吃亏的。放心吧，没事的，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面对那些豺狼捕户吧。随后他抬起头看着我，原本忧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微笑。午休之后，陈沁的座位便一直空着，我给他打电话试图联系，奈何一直打不通。我索性便不再管他，因为我知道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周六晚上，我如约赶到私人会所的露天舞池大厅。宋婷所说的舞会是 A 市的科技新贵陈氏所办的招商舞会，舞会中间是雍容华贵的陈氏夫妇，10几年来热衷于慈善事业。宋婷和宋诺也到场了，二人穿得人模狗样，拿着酒杯谄媚的和裴氏姐妹装杯。我在舞会中闲逛，眼睛一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陈沁穿着休闲服坐在沙发椅上，一颗一颗地吃着葡萄。陈沁，阿晨，你怎么在这里？随后他看了眼舞池中的裴如烟，嘲讽道：我说呢，你是因为裴如烟才混进来的吧？你可真是执着啊，阿晨，都追到这种地方来了，就这么舍不得他？我忽略掉他话里的嘲讽，问道：我给你发的消息，你为什么一直没回我？我很担心你。我为什么要回你？我想不回就不回。我们不是朋友吗？哦，朋友，那请问是哪种朋友？是普通朋友呢，还是男女朋友啊？我正准备回答，裴如烟走了过来。阿晨，你来了，
我找了你半天。哟，裴大小姐，怎么这次是在挑选下家吗？是去找宋家献阴题，还是赵家王家？挑那么多，眼睛能看得过来吗？别挑花了眼。陈沁，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这时宋氏兄弟也走了过来，宋诺看着我嘲笑道：“哥，他竟然来了！在大学里，你能看到我们是你的荣幸，我们不是你能高攀的。什么身份？物流公司跑腿的马仔。”哼，你这身西装从哪个地摊买的假货？知道仿的是哪个牌子的高定吗？就敢穿？宋听，你们别太过分了。如烟，怎么连你也护着他？我只是让他认清现实，知道自己是谁，别做白日梦。我是谁？我是什么身份？还轮不到你们来评判。至少我不用靠踩着别人或者仰人鼻息来证明自己。快看，那是安氏集团的总裁！天哪，传闻是真的，她竟然是个女人！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宋氏兄弟二人双眼互相瞪着，匆忙挤进人群中。裴如烟则一脸疑惑地看向我。人群逐渐向我们三个靠近。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女人，她逐渐走向我，然后停下对我说道：“这就是你在新学校认识的同学，看来你在这个新学校过得还挺丰多彩。”说完转身离去。身后陈沁、裴如烟、宋听、宋诺和一众商界人士全都各怀心事地看着我，我的心里不免想到，宋听也不想想，倘若我真的没有一点背景，怎么可能凭空转学到竞争激烈的商周一中？我的父母本是 A 市商界有名的家偶，我4岁前的人生是在无忧无虑的宠爱中度过，但一场车祸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此后我的母亲变得孤僻，她把所有精力都献给了父亲的事业。懂事后，我自觉搬出了家里的别墅，在外自己单住，反正母亲的陪伴对我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母亲走后，陈氏夫妇热情地拥到我面前，他们把裴如烟推到我身边。江少，你和我们家如烟在学校关系最好了，什么时候有时间来家里坐坐啊？商圈就是这样，风向变得比翻书还快。刚才还漠视宋听对我的嘲讽，随着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我找机会溜到了阳台休息。怎么跑出来了，江少爷？不喜欢这种众星捧月、被人当宝贝供着的感觉吗？的确不喜欢。你呢？怎么也跑出来了？这里面的人最是虚伪了，踩高拜低，蛇鼠一窝，看着就恶心。对不起啊，陈沁，那天我不该那样抛下你。我和裴如月其实从小就认识，他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朋友。那天看他那个样子，我没办法不管他。哦，安江集团和裴氏，原来这么早就勾搭在一起了，果然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啊！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讲话，非要这样夹枪带棒的？而且我和如烟认识的时候，他还不姓裴，他只是长大后才被裴家夫妇收养了而已。陈沁听了我的话，眼神微微发愣。裴如烟是被收养的？上次你突然割我，害我一个人吃火锅，说吧，这次想怎么补偿我？我对上他直白的目光，脸上微微发烫。你想怎么样？这舞会里的东西难吃死了，全是装模作样的玩意儿。走吧，江大少爷，我带你去吃点真正好吃的。哎，等下，裴如烟还在里面呢，我们就这么走了？放心吧，现在全天下都知道裴如烟是你江少罩着的人了。那帮见风使舵的家伙，巴结他还来不及，谁敢在这个时候为难他？走吧。夜晚烧烤摊上，我和陈沁坐在摊位上。喂，你既然是安氏集团的继承人，那个女人的儿子，为什么还一个人住在那种破旧的小楼房里？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是安氏的继承人呢？而且，谁规定有钱就必须得住大别墅、开豪车，每天活在聚光灯下？别打岔啊！那你和那位安总裁到底是什么关系？母子、亲戚，还是……她的确是我妈，但是从我父亲走后，她就变了。她把所有的一切，包括她自己，都献给了那个所谓的事业。至于我，说到这儿，我有些难过的低着头。陈沁似乎是和我的经历产生了共鸣，他眼睛红红的看着我，欲言又止。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第一次见面不就是大学里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正在大学城美食街里吃烧烤，然后你冲过来强吻了我。我看着他，耳尖不自然的发红。他看着我，露出狡猾而又娇俏的笑。我们在一起呗。我哑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好一顿饭，我们草草结束了。周一早晨，我早早的来到教室中，刚一进门，就看到我的桌子上放着精美打包好的三明治、瓶装牛奶、形状完美的煎鸡蛋。我看着摆满一整桌的早餐，周边同学都满是羡慕的看着我。阿晨，你来啦！我怕你没吃早饭，就随便给你买了点儿，你看看喜欢吃什么。说话间，陈沁从门口走了进来。阿晨，我给你带了早点，
都是刚出锅的，趁热。话音说完，他瞥见我桌子上的早餐和包装上的配饰标记，眼中闪过一丝愠怒。裴如烟，你的早饭不放自己桌上，放在阿晨这儿干什么？显摆你家厨。我给阿晨买的早饭，他吃不吃是他的事。倒是你带的那些，还是留着自己吃吧。阿晨不愿意吃你的饭，他愿意吃我的。真的吗？阿晨，你真的不想吃我为你准备的吗？这个，其实我吃过早饭了，真的特别饱。这些你们吃吧，别浪费了。还好上课铃及时响起，让我躲开一场危机，但我躲得过一时，却不能一直躲。阿晨，上次火锅没吃成，我很不高兴。走吧，咱们中午必须把它补上。裴如烟则快速转过头，看着他争论道：“阿晨已经说好了和我一起吃午饭，火锅你自己吃去吧。”我看着两个人互不想让，只能在一旁尴尬的陪笑着。最后我们三个并排的走在校园中，陈庆在我左手边，裴如烟则在右手边。天，这小子什么名堂？2个大美女都围着他转。怎么了？你看他多帅啊，气质也好。你听说了吗？江辰好像和大名鼎鼎的安江集团关系呢。难怪哦，你看他长得就不像普通人，那种贵气是天生的吧？一路上，校园中到处都是议论我的声音。自从舞会露面后，校园中少了很多贬低我的声音，更多的是好奇和谄媚。陈庆看了我身旁的裴如烟一眼。某个电灯泡啊，白天比太阳都亮呢，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裴如烟看了陈庆一眼，眼中闪过不屑。谁是电灯泡还不一定呢。直到走进火锅店门口，也不敢松开。火锅店内，我们三人围着火锅各坐一边。裴如烟贴心的把涮好的羊肉放在我碗中。阿晨，多吃点肉，你太瘦了。怎么，他是没手还是瘫痪了？用得着你给他夹菜？裴如烟丝毫不管陈庆的话，仍然贴心的给我夹菜。陈庆啧的一声，随后长手一伸，把我碗里裴如烟夹的菜夹到了自己碗中。做完挑衅的看了一眼裴如烟，谢谢你啊。谢了啊，正好我想尝尝这肉老了没。这时门铃一响，宋婷和宋诺也走进火锅店。哥，你看，如烟姐也在。我们三个人转过头，刚好和他们对视。宋婷微笑着走过来，对我们说道：“如烟，好巧啊，你也来吃火锅。江辰，你也在啊。替我向安总问好。”陈青看着他嗤笑道：“找人把你也打一顿，他就非常好了。怎么，宋大少也想体验一下？”宋听见没人搭理他，仍保持微笑说道：“陈小姐真会开玩笑，那你们慢慢吃，我就不打扰了。”说完扯着宋诺离开。火锅店门外，宋诺不满意的说道：“哥，你走啥呀？这家店我想吃很久了，好不容易排到队，怕他们干嘛？吃就知道吃，没看出来人家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江辰、陈进还有裴如烟全都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为今天的傲慢付出代价。”火锅店内，裴如烟一脸担忧道：“阿晨，宋听这个人非常记仇，而且性格善变，睚眦必报。上次舞会让他那么丢面子，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怕他会报复你。”陈庆则无所谓的看着他：“让他来呗，我倒要看看区区一个宋氏能掀起什么风浪。不过是靠着陈家赏饭吃的一条狗，急了跳墙又能怎样？”裴如烟瞥了一眼陈庆：“你身边本来就一堆烂人烂事，他想下手，估计还得排队。阿晨，听我的，你最近还是搬回安阿姨那边住吧，或者回安家的别墅，好歹身边有保镖和佣人照顾着，安全些。你要是再遇到上次巷子里那种事怎么办？”陈庆不满地说道：“回那个冷冰冰的别墅干嘛？看人脸色吗？那让他和我一起住好了，我那儿地方大，安保也好。宋听，那群废物，再来10个我也照样把他们打趴下，绝对没人能动你一根头发。”我低头沉思，我知道陈庆的话不无道理，宋婷能整我1次，也能整我2次、3次，我不可能一直和陈庆待在一块儿。回去的路因为宋婷的出现而变得沉重，陈庆和裴如烟也不再争论着。夜晚，我坐在沙发上沉思了片刻，最终还是拨通了手机上的号码。嘟嘟嘟，一阵忙音后，一个中年妇女声音响起：“喂，妈，是我，江晨。哦，找我什么事？我现在很忙。我最近想回老宅住几天，可以吗？我现在在 B 市出差，你江叔家里也有事儿，最近都不在老宅，那里没人，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就先不用回来了，添乱。”我听着电话里冰冷的女人声音，心中一阵苦涩，挂断电话。我看着身旁相册中的全家福，叹了口气。这时手机界面跳出消息，是陈信，明天下午谢琳琳有个赛车比赛，阿晨你陪我去看好不好？我看着手机聊天界面，露出宠溺的笑。陈庆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说一不二，我回复他好的。赛车场上，谢琳琳穿着飒爽的赛车服，她远远的就朝着我和裴如烟招手。你们终于来了，快，我带你们去看小黑。来了，庆姐这边。哎呦，小帅哥也来给姐捧场了。庆姐，你就看我发挥就好了。今天我人和车合一，保证和小黑一起惊艳全场，拿下冠军。说着，他用手摸了摸全身漆黑炫酷的赛车。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我知道小黑是陈庆最爱的赛车之一，难怪他要拉着我来看。这场赛事他一定很重视。这是谢玲玲在赛圈的证明之战，也是小黑的回归赛。我不求别的，只希望他们能平安完赛，
如果能惊艳全场，就更好了。我看着他，一定会的。小黑和琳琳都不会让你失望。这场 A 市大学组织的由大学生们参与的比赛很快开始了。谢琳琳驾驶的小黑很快就窜了出去。前半段赛事，谢琳琳一直保持着第3名。很快到了最后一圈，谢琳琳猛地加大油门，眼见超过了第2名。我和陈庆激动的呐喊：好样的，超了，超了！马上就要第1了，就差1点！马上第1了。小黑经过弯道，眼看着下一秒就要超过第1名。这时，赛车不受控制的向跑道外侧驶去，砰的一声，小黑右侧方撞击到跑道的边缘，黑色烟雾从车中喷涌出，红色的火光瞬间吞噬了半个车身。我们飞快地奔向此刻生死未卜的谢琳琳。医院外，我和陈庆焦急地在急救室外等待。出事后，车厂的管理员老李说：“陈小姐，江先生，出事前2天，苏家那个少爷苏星来过车厂，说是取落下的东西，但他在小黑的维修区那边逗留了1个多小时才走，监控死角，也不知道干了啥。”听完老李的话，陈庆眼睛通红。好得很啊，苏星，你且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手术结束后，谢琳琳被推出了病房，她的右腿和右胳膊都被夹板临时固定着。尽管车祸没有造成太大损伤，但是她的胳膊和大腿都被明显擦伤，需要静养修复。我和陈庆看着术后仍昏睡的谢琳琳，她愧疚地说道：“苏星其实想害的人是我。”我伸手搂过她的肩膀，安慰道：“她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A 市财经频道一直是市内企业最重视的新闻，频道总会播放本市最新的财经播报。这天，哎呀，庆姐，其实你真的不用这么辛苦照顾我的。陈庆翻了个白眼，把葡萄塞进他嘴中，吃都堵不上你的嘴。我俩不约而同看了眼电视播报，相视一笑。电视新闻声准时响起。今日 A 市财经重磅新闻：苏氏集团继承人苏星于昨日晚间被警方围堵在某星级酒店总统套房内。镜头转接苏星惊慌地躲着摄像。据相关部门深入调查，苏氏集团近年来增生多项严重违法行为。苏氏集团市值一夜蒸发，不少股民围堵在苏氏大厦楼下声讨。谢琳琳瞪着眼睛看着新闻，嘴里的葡萄也忘记咀嚼。我天，庆姐不愧是你啊，这也太快太狠了吧！苏星这王八蛋活该，让他害人。陈庆骄傲地弯了弯嘴角，也不看看你庆姐是谁，敢动我的人，这就是下场。苏星干了这么多脏事，早就该被收拾了。不过这件事能办得这么快，也多亏了安江集团提供的那些关键证据和雷霆手段。谢谢你，阿晨。没事，苏氏集团在商战上向来不留余地，这是他们咎由自取。那顶层级的尝试，我将搜集到的苏氏违法证据就硬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叹为默许。他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在文件上签下了名字。谢琳琳好奇地看着我俩，喂，你俩这气氛不对劲啊，发展到哪一步了？吃你的葡萄。此时我手机接到裴如烟的电话，身后响起谢琳琳的声音：“庆姐，我都受伤了，你还打我！”走出病房门，喂，如烟。电话中传来裴如烟温柔细腻的嗓音：“阿晨，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明天就回去了，怎么了？”“我有件事情想当面告诉你，等你明天回来吧。”我刚想答应，陈庆从病房内走了出来，他夺走我的手机，看了眼联系人，不容分说的直接挂断了电话。他跟你说了什么？是不是又想把你叫走？哦，没什么大事。哦，真没什么。那你刚才那一脸严肃，还要躲出来接的样子，说不说？不说的话，就在这里。你这里这么多人，你怎么能……哦，你其实很想让我。只是不好意思说。说完就要，碍于公共场所，我轻轻推开了他。裴如烟说明天有话和我说。他能有什么事儿？找完宋听又来找你。裴氏集团的最大生意就是找女婿。妈，你这样的，如烟毕竟不是裴夫妇亲生的，她也有她的苦衷。切，蛇鼠一窝。早晨教室里，我看着裴如烟问道：“如烟，怎么了？找我什么事情？”中午你来顶楼。我有话和你说。我冲他点了点头，余光里看到陈庆正一瞬不瞬地看着我们。中午学校顶楼，裴如烟站在栏杆旁，风把她的长发吹得飘逸。如烟，阿晨，你来啦！她有些羞涩扭捏地说道：“我今天想和你说件事，我想让你假扮我的男朋友。”我吃惊地看着他，假扮。上次无故后，我养父母知道了我们的事，就一直在给我施压。你知道的，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这几年也一直被迫接触宋听那样的人，我只是想让你假扮一下，这样他们看到我有交往对象，或许就不会再那么逼我了，可以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没关系的。裴如烟失落的低着头，我看着她，想起尔挡在我面前的苏如烟。我答应你，不过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你知道的。谢谢你，阿晨，我明白的。我们两个一前一后下楼，陈沁此时在楼道中。阿晨，你回来啦！裴如烟看到后，刻意的向我靠近，看着陈沁。你们两个……陈沁看到他的动作，疑惑道 ：“A 市大学校草阿晨，现在是我男朋友。”不是这样。别，你和他讲，他那个脾气，知道是假的肯定会传出去，传到我养父母那里，他们就又会逼我，那我们刚才说的就全白费了。我听到裴如烟的话后，抿了抿唇，最终没有说出否定的话。阿晨，你真的和他在一起了？陈沁看着我们亲密的动作，眼眶一红，说完他伤心欲绝的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去。我感到心中苦闷。陈沁，阿晨，周末别忘了来我家啊，假戏也要做全套。裴如烟在我身后喊道。下午上课，陈沁已经不在教室中，我打了数通电话也没有打通，消息界面也是已读不回，陈沁又再一次消失在我的生活中。周末见，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裴如烟家中。裴如烟家里是独栋别墅，陈氏夫妇都站在门口迎接我。江少，你来了。您叫我江晨就好。哎呀，听如烟说你们两个儿时就认识，真是有缘啊。江晨啊，我听说你没住安家，自己在外住，哈哈，年少有担当。我在外住的消息连裴如烟都不知道，我不禁重新审视面前的陈父。我母亲工作忙。江少爷，尝尝我亲手做的。三姐，尝尝嘛，注意分寸。知道了。哎，如烟，你三姐也是好意。裴母拍了一下裴如烟的手，将甜点又向我手边推了推。阿晨，别客气，你吃啊。如烟，你吃吧，你应该饿了。顿时裴母和红衣女人脸都变了颜色。裴如烟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好了，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谈谈正事吧。江晨啊，既然你们两情相悦，这种事还是早点定下来比较稳妥。伯父，这正是我也想说的。我和如烟商量好了，我们打算高中毕业后一起去美国深造，婚礼仪式繁琐，等我们在国外学业稳定了再办也不迟。这也是我母亲的意思，她觉得年轻人应先立业。哈哈，既然是安总的提议，那就依你们。裴母和旁边的三姐脸色依旧难看，却不敢再多说什么。裴如烟悄悄松了口气，偷偷朝我递来一个感激的眼神。我淡淡颔首，心里却全是陈沁红着眼眶转身离去的模样，像一根细针扎得我心口发闷。这场假意的拜访终于熬到结束。我刚走出裴家别墅，就立刻拿出手机给陈沁拨电话，听筒里依旧是冰冷的：“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我攥着手机，指节泛白。这是他消失的第3天，也是我第一次感到如此慌乱。我太清楚他了，他看似张扬野辣，一身尖刺，全是因为那个冰冷家庭的逼迫。我是为数不多能走进他心里的人，可我却为了帮裴如烟，亲手把他推回了黑暗里。我熟门熟路走到他公寓门口，轻轻敲了敲房门。陈沁，是我，江晨。陈沁，我知道你在听，我和裴如烟不是真的在一起，一切都是假的，是为了帮他应付家里，我没有骗你，从来都没有。房门咔嗒一声被打开，陈沁站在门口，眼睛红肿的像核桃，眼下带着浓重的青黑，整个人瘦了一圈，看得我心口猛地一揪。假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解释，江晨？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我从小就没人疼，我爸只听后妈的话，那个女人把裴如烟当成宝，把我当成多余的野种。大学里我遇到了你，只有你不会嫌弃我，不会把我推开。我伸手轻轻擦去她的眼泪，指尖触到她温热的皮肤，声音温柔又坚定：“对不起，陈沁，是我错了。”裴如烟是我儿时的朋友，她现在被养母逼迫联姻，走投无路，我只是帮她假扮男友应付家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更没有想过要和她在一起。我的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陈沁，只有你。真的？千真万确。我紧紧握住她的手。第一次在大学城美食街，你吻我，我的心跳就乱了。后来在大学里，你处处针对我，我的视线却总忍不住追着你跑。你嘴上凶，却处处维护我，关心我，甚至为我拼命。陈沁，
从大学城美食街的那一天起，我就对你心动，开始喜欢你了。陈沁的眼泪掉得更凶，却一把扑进我怀里，紧紧抱着我。你不许再骗我了，不许再丢下我一个人。我保证，再也不会了。我轻轻拍着他的背，心里悬了3天的巨石终于落地。他的公寓不大，却收拾得干净，墙上贴满赛车海报，角落放着头盔，处处都是他鲜活的样子。据我陪着他做了很久，等他情绪平复，才慢慢把所有事情讲清楚。裴如烟找到我说她被人跟踪，想让我假扮她男朋友。没过多久，门铃响起，我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是裴如烟，她手里提着一袋水果。看见平复下来的陈沁，主动走上前。陈沁，对不起，之前是我利用了江晨，故意制造误会让你难过，真的很抱歉。陈沁眼神依旧带着几分疏离，却没有了往日的尖锐。你明明是裴家捧在手心里的宝，为什么要跟我这个多余的人道歉？裴如烟苦笑一声，眼底带着释然。我是被领养的，寄人篱下的滋味我比谁都懂。我看得出来，你很在乎江晨，我不该用这种自私的方式伤害你。说到底，我们都是缺爱的人，没必要互相为难。陈沁沉默了片刻，看着裴如烟真诚的眼神，终于轻轻点了点头。以前的事就算了，积压在我们3人间的所有误会，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解开。陈沁也终于明白，我从来没有选择别人，自始至终我选择的都是他。回到学校，宋听和宋诺还不死心，想借着家事刁难我们，可他们不知道苏氏集团倒台后，宋家失去了所有靠山，早已风光不再。宋听试图在校园里散布我和陈沁的谣言，被谢琳琳带着一群同学当场揭穿，他恼羞成怒，想动手，反被保安抓住，记了大过。没过多久，宋氏集团资金链彻底断裂，宣告破产。宋听和宋诺从高高在上的富家少爷，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落魄子弟，最终转学离开商州一中，再也没有出现。后妈和3姐见裴如烟和我关系不错，也不敢随意让她去联姻。裴如烟终于摆脱束缚，专心学习，朝着梦想前行。陈辉后来曾来找过陈沁几次，想弥补过错，却都被陈沁拒之门外。那些年的冷漠不是几句道歉就能抹平的，他只想要属于自己的平静生活。谢琳琳的伤彻底痊愈后，重新回到赛车场，在我和陈沁的帮助下，他刻苦训练，最终在全国大学生赛车赛中拿下冠军，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晋赛车手。我也终于和母亲解开了心结，她放下部分工作，常常来陪我。那些缺失多年的母爱一点点回到我身边，我不再是那个孤独自卑、被霸凌的少年。大学毕业那天，学校的凤凰花开得格外绚烂，我陈沁、裴如烟、谢琳琳并肩走在校园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身上，满是青春的温柔。陈沁靠在我肩头，红发被风吹起，笑容明媚。我们考研去同一座城市，我要一直跟着你，烦死你。好，一辈子都跟着，不许反悔。裴如烟看着我们，眼里满是祝福。我要去读文学，以后要写很多很多温暖的故事。至于像我们一样曾经受过伤的人，我要继续赛车，拿全国冠军还不够，我要拿世界冠军，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的速度。所有的苦难与阴霾都已成过往，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变成了成长的勋章。我和陈沁考研成功，进入同一所学校。我主修金融，慢慢接手母亲的事业，成为独当一面的青年企业家。陈沁没有放弃赛车，成为国内最年轻的女赛车手。赛场之上，她依旧是最耀眼的红艳。裴如烟学成归来，成为一名作家，用笔写下治愈人心的故事。某天，我结束3小时的项目会议，手机立刻弹出陈沁的消息：今晚成交赛道友谊赛，给你留了专属观众席，速来。我笑着回复：马上到。期待陈车手夺冠。夜色沉沉，赛场灯火通明，陈沁倚在车旁，看见我便小跑过来。还以为你忙着工作，把老婆忘在赛场了。再忙也不会缺席我老婆的每一场比赛。紧张吗？备战3个月了，基本稳赢，就等着夺冠，回家让你给我庆功。输赢不重要，安全第一。他戴好头盔，透过面罩看向我。放心，我肯定稳稳跑完，跟你回家。艳红色车身划破夜色，身姿凌厉迅猛。20分钟后，比赛落幕，陈沁稳稳拿下冠军。他摘盔快步奔向我，眼底满是雀跃。你老婆是不是特别厉害？是，一直都是。在我这里，你永远是最耀眼的。这时裴如烟缓步走来，陈潇开口：恭喜你夺冠，阿沁，还好赶上了。谢啦，倒是你，新书大火，比我拿冠军还出圈呢。只是书写成长，治愈自我罢了，比不上你们，一个在赛场上追风，一个在身后助是啊，我们都守住了年少的执念，而我最幸运，把年少喜欢的人娶回了家。陈沁仰头笑望我：好啦，老夜市走一趟，老公请客，给我庆功。3人一拍即合，夜市烟火温热，晚风吹散疲惫。闲谈间，陈沁轻声感慨：前所有人都劝我放弃赛车，太苦，只有你从头到尾毫无条件的支持我。而且追逐热爱的你本身就在发光，我能做的就是保护好那束光。时光辗转数年，我和陈沁结束多年爱情长跑成婚。婚后第3年，女儿岁岁出生。某个周末，裴如烟登门做客，陈沁看见来人，笑着起身迎接。裴如烟将崭新的原创绘本递给孩子，送给岁岁，愿你一生平安无忧。你们俩总这么惯着他，
陈琴顺势依偎在我肩头，轻声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啊！以前还在为未来迷茫，拼命想证明自己，现在事业算安稳，家庭也圆满。那你下个月的全国总决赛准备的怎么样了？这是今年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赢了就是年度总冠军。我其实有点紧张，你和穗穗到时候都来现场陪我，好不好？有你们在，我心里才彻底踏实。我全程陪你，公司所有事务我已经安排好了，全部为你的决赛让路，我保证绝不缺席。老公最好了。裴如烟点头附和。我也推掉下个月所有的签售安排，现场给你助威。而且我要把你追风逐梦的故事写进我的书里，万只看到我冲线夺冠的风光，只有你们见过我训练受伤的狼狈，一直包容我，支撑我走到现在。我轻抚他的发顶，那些狼狈和眼泪也是你的一部分，我永远是你的后盾。总决赛如期而至，赛场座无虚席，红色赛车率先冲过终点，掌声轰鸣。穗穗奋力挥手大喊，裴如烟定格下这滚烫瞬间，轻声感叹：热爱永不褪色，真好。我望着赛场耀眼的爱人，看着身边挚友与孩童，心底满是圆满。从年少相伴到余生相守，所有热爱皆有回响，所有奔赴皆得圆满。